2月吃瓜盘点，内娱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一边是太子太女，没流量没演技播一部扑一部，资源却永远在线。另一边，你以为风光无限的顶流，不是被阴阳剧本围猎，就是被困在战区出不来。尤其是热巴这几天的遭遇，真的很让人震惊。就在今天，站在内娱金字塔尖的女明星迪丽热巴，居然在去巴黎参加迪奥大秀的路上，被团队滞留在了中东战区。顶流女艺人参加顶奢活动，被置于战争区，只有小说才敢这么写吧。当艺人团队全部整整齐齐地坐着直飞航班到达巴黎，此时的热巴身边却只有一个助理。她的经纪公司在中东局势如此紧张，外交部已经多次发布安全预警的情况下，依然给热巴订了经过迪拜中转的机票。试问，公司团队真的不专业到这种程度了吗？还是在合约过渡期的有意行事？当然，具体什么原因热巴放着直飞不做，非要中转，我们不得而知。但有网友的解释是，中转的舒适度更高一些，因为热巴的中耳炎还没好。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给大家科普一下，中耳炎害怕的是起飞和降落这2个过程，而不是飞行过程。所以中转这种行为和为了保护受伤的脚而决定多跑1公里有什么区别？况且更长的路程意味着更大的体力消耗。可能很多人都会问，热巴作为这么红的顶流，难道连这点话语权都没有？难道连张机票都搞不定？但真相往往没有这么简单。在娱乐圈的权力结构里，红和有话语权是两码事。艺人越红，商业体量越大，合约博弈反而越复杂。当艺人还在合约期内且决定续约时，那他就是公司的摇钱树，公司会动用一切资源维护他。但一旦合约进入倒计时，艺人流露出不想再续约的意愿，他在公司眼里的身份就瞬间成为一个即将带着巨大流量和商业价值去自立门户的潜在竞争对手。这时候，公司不仅不会帮助艺人，甚至会开启末路清算的模式。具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缩减开支、资源置换、心理施压等等。且在大多数合约里，艺人的衣食住行、公关法务、商务对接全部都交由公司打理。像迪奥这种顶级大秀，所有行程必须由合作方和经纪团队对接。如果艺人私自更改行程、私自对接安保，一旦出现问题，违约方就是艺人自己。即使像热巴这样拥有10几个全球代言、手握顶级时尚资源的大明星，在庞大的经纪合约面前依然处于弱势。没有独立工作室的情况下，艺人就是高级打工人。而越红，面临的解约难度可能就越大，和公司之间的商业博弈也就越复杂。面对这种极度不对等的权力结构，艺人的身后可能真的只有粉丝。粉丝的舆论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这件事没有被大范围讨论，公司可能连那份平安声明都不会发。要知道，热巴28日就已经滞留迪拜了，这已经是3天前的事情了。好在就在刚刚，他终于发博报了平安。那另一方面，都说影视寒冬，但寒的好像不是太子太女们的资源。项目一个比一个大，宣发一个比一个猛，结果播出来一波一个扑。俄太子和俄太女主演的《江湖夜雨10年灯》正在播了，那叫一个卖力宣传啊，结果数据一片惨淡。2万出头，逃不进裸播，热度也才5000左右。这剧的最高热度甚至比不上其他剧的首日热度，预计最终集均1000万左右，这什么水平？业内公认2000万级均是及格线，那大家就对比吧。说实话，这剧给我的感觉就是古风定格 MV， 只要氛围，只要美，无论主角还是配角，只要站到镜头前，高低都得被鼓风机吹2下，头发飘一飘，衣摆甩一甩。导演仿佛在说，重要的是出片，不是拍片。剧情零碎不连贯，你说是武侠吧，没有武侠味；你说是偶像剧吧，全程写真慢动作。最可怕的是什么？一直扑，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扑。因为不止这一部，这俩主演近几年的高番剧集就没有一部集均过1000万的。就这样的成绩，后续居然还有大 IP。再看陈飞宇点燃我温暖你，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一场口呼吸事件全盘翻车，资本依旧猛推，资源依旧给足。结果呢，这几天的纯真年代里，人是歪嘴，眼神依旧千篇一律，反倒是副 CP 郭晓婷、王天辰
几场戏就把情感拉扯演出来了，直接吊打主线。问题出在哪？把演戏当游戏。这些太子太女们因为有资源兜底，所以不怕失败，因为不怕失败，所以对角色没有敬畏，不愿共情，不愿吃苦，要么照流程演，要么把角色当成展现个人魅力的工具。观众骂资源咖，本质不是仇富，而是心疼资源被浪费。你可以是资源户，但前提是你接得住资源。再有就是杨洋主演的 S 加项目不让江山刚刚开机就被粉丝大规模刷屏抵制，起因是粉丝爆料称剧组 BG 爆改 BL 魔改人设阴阳剧本，甚至专门为男二加戏卖腐。话题一下子冲上来，维权小组直接给剧组列了7宗罪，高喊放杨洋出组。这在小文上期也有专题报道过，这里不再详说。关键是这几天这个剧组又传出了后续 AI 编剧，有网友截图爆料，网传剧本截图中多次出现典型 AI 交互话术，例如固定句式，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一集的后续情节也按同样风格改写出来？文本风格与字节跳动 AI 工具豆包生成样例高度吻合，例如角色对话重复，情节衔接模式化。网友戏谑要求剧组为豆包署名，称其因为一番编剧。如果是真得的话，这个剧组的编剧也太好做了，仅微调 AI 生成内容就能收取网传单集30万的高额稿酬啊！这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另外更炸裂的消息是，不让江山的导演聚会时，居然是吻别了杨洋经纪人，好像咱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告别礼仪吧。在家在开机仪式上，男二居 C 位，杨洋却被导演无视，这真的很难不让粉丝们脑补一场大戏啊！杨洋可是稳稳长红10几年的顶流，如果连他都能遇到这种剧组，那难免让人感叹一句，内娱的水是不是有点深？最后还是杨洋跳出来发文，风波才算暂时平息。剧还没播，信任值已经被打折，这对一部 S 加大剧来说绝对不是好开局。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瓜也炸了。2026年2月20日，改编自顶级 IP《重生之将门毒后》的电视剧《将门毒后》正式开机。按惯例，这本该是流量粉圈的狂欢前奏，然而现实是话题井号将门毒后天崩开局，以单日数万条负评、超90%负面舆情的姿态，将天崩2字定在了热搜榜首。这些话题把网友最核心的愤怒浓缩成一个再朴素不过的真相，活在千万读者心中的谢景行和沈庙应该是什么样子，大家记得很清楚。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非议？因为选角不适配，而且是那种让人一眼就看出不适配的程度。先看谢景行，他是谁？是金才绝艳小侯爷，是书粉心目中的古言男主天花板。无论他骨子里多么深沉多么阴质，外表一定是鲜衣怒马少年郎。原著反复强调他剑眉星目，面如冠玉，桃花眼含情，那种贵气是不需要任何外放的从容。有书粉直言，谢景行是风流与阴郁并存，不是拽与炸裂齐飞。再看沈庙，原著中的沈庙重生时为14岁，一个演员脸圆的娇憨甜妹，稚嫩清新中暗藏复仇锋芒。她的核心设定是重生复仇需要演员兼具2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前期的懵懂娇憨与后期的狠厉果决。书粉的质疑很直接，一张就很聪明的脸，如何演好藏拙的蛰伏？沈庙前期的娇憨是需要被保护的伪装，而孟子义的美是需要被观赏的距离感，这不是演技可以填补的错位。最扎心的一句评论不是愤怒的咆哮，而是一种疲惫的带着绝望的疑问。如果制作方真的看过原著，哪怕只翻过一遍，他们怎么会觉得这2个人合适？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书粉对自己热爱10年的世界被粗暴对待的委屈，是一个又一个 IP 被糟蹋之后积累到临界点的失望。当观众第一眼看到开机照就认定这不是我心目中的谢景行沈庙时，后面的一切努力从起点就已经输了。那为什么还会选王鹤棣和孟子义？和前面不让江山的杨洋一个道理，需要他们招商，还需要他们的粉丝热剧。我们把自己带入那些个决策者，这套组合的逻辑链条其实清晰的可怕，甚至堪称标准答案。王鹤棣有古偶爆款男主的认证，孟子义有出圈美貌和逆袭体质的9虫子。在平台的流量加权表里，这2个名字并置，等于古偶爆款男主加话题度古装美人。
这是一道算术题，不是一道审美题。至于谢景行需要的清冷贵气与沈庙需要的懵懂果决，这些在数据里是隐形象，无法被量化，因此可以暂时忽略了。当资本的稳妥逻辑撞上原著粉的情怀执念，这场拉扯才刚刚开始。影视寒冬之下，项目越来越谨慎，可选角争议、剧本魔改却层出不穷。一边抱怨观众挑剔，一边又拿古早大 IP 改来改去，既想吃原著红利，又想按流量逻辑重塑结构。观众要的未必是100%还原，但至少要尊重人物逻辑，否则再大的 IP， 再高的配置，也很难换来真正的期待值。将门独后，再为选角吵，不让江山再为剧本吵。归根结底，问题不是流量，而是适配度和诚意。项目刚开机，争议已经铺天盖地，后续走向如何，还得看成片说话。但有一点很清楚，现在的观众不再是随便充 VIP 就买单的那批人了。不要钱的短剧它不香吗？